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河村并居啊。最近各媒体呢都在报道这个山东省的河村并居啊，这个事情呢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我相信大家呢也看了不少报道啊。那为什么地方政府要强推这个河村并居呢？啊，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尤其是为什么要在疫情刚刚缓和不久的当下，然后强推这个政策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河村并居啊。河村并居呢，有的地方也叫河村并点啊，或者河村并镇。那不管它怎么叫，意思呢就是把原先散落的一些村庄给拆了啊，然后找一个固定的地点啊，盖上楼房啊，让农民呢统一居住在一起。那河村并居呢，其实并不是只有山东省在搞啊，其他省份呢也有试点，只不过呢是在山东省比较激进一些，而且是全省范围内推动，所以动静呢也比较大。那山东省官方给的解释呢啊，大家看一下他这个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山东呢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全省农村常住人口4900多万啊，山东总人口大概是1个亿吧，也就是说一半的人呢啊是农村人口。那行政村呢是6.9万个啊，平均呢每个村是700多人，但村庄数量多，规模小，空心村的比例高，村级管理水平低啊，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等啊困难难题，成为山东省各个乡村建设的拦路虎。村庄规划的任务非常艰巨，村居改造刻不容缓啊，这是官方的一个解释。那后来官方呢又把这个总结成了这个三高两难啊。什么叫三高两难呢？就是村组织运转成本高，空心村比例高，基建成本高，然后群众的增收致富难，民主管理难啊。不管他反正官方怎么解释吧，反正就是大概就是给的这些理由。那其实搞这个河村并居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啊，其实本质它还是一个土地财政啊，跟之前这个搞了这个特色小镇啊，包括乡村振兴这些呢，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啊，它其实还是土地财政，是一个钱的问题。那只不过呢，这次呢啊又叫这个河村并居啊，让人听的这个云里雾里的。那这个背后的机制是怎么运作的呢？啊，它其实呢就是通过有一个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来实现的啊。那个中国不是一直有一个18亿亩耕地的这个土地政策红线嘛？啊，就是为了要把这个饭碗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那强调搞这个城镇化建设的时候，不能无限制的扩张使用土地，尤其是不能侵占农田和耕地。但是搞城镇化建设呢，又需要这个建设用地的指标，那怎么办呢？那国家就在2006年啊试点了一个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意思是呢，虽然耕地的总量不能减少啊，但是可以调整，可以调剂。也就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和城镇啊城市建设用地的这个增加相挂钩，也就是将农民的房子拆了以后呢，你可以增加耕地，那这样呢就可以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其实呢它就是做了一个置换啊，就是农村呢你想办法倒腾出1亩耕地啊，那我就可以给你在城市的郊区呢置换1亩建设用地。所以啊它是这么一个运作的原理。那举个例子来讲呢啊，比如说这个山东省的菏泽市啊，它通过这个拆迁农房啊，释放出来10万亩的这个农地耕地，就对应呢可以产生10万亩的建设用地指标。那这个时候呢，青岛刚好又需要建设用地的指标，但是它又没有额度，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买菏泽的这个指标，从而获得相应的10万亩的城市建设用地。那菏泽市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那整个这个过程呢啊，我们再去分析一下，就整个这个过程中呢，首先要乡镇政府以及的政府呢去一线去执行任务啊，去拆迁啊，去具体把这个河村并居啊这个事情给做了。那他做这个事情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会得到上一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啊，这个补贴呢就是很多乡镇一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那菏泽市呢卖了10万亩的建设用地指标，它获得财政收入。青岛市呢，他买到这个建设用地指标呢，可以启动招拍挂的程序，用于房地产开发商啊，房地产开发或者招商。所以说从上到下呢都有动力去干这个事情啊，每一级政府呢都可以受益。从具体的搞拆迁的这个乡镇的一级政府，到所属的他这个上一级政府啊，比如菏泽市，再到买入建设用地指标的青岛市，那最后呢，只要这个土地卖得出去，那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以受益啊。但是有一个群体却吃亏了啊，那就是农民。所以你看这个循环啊，他通过河村并居拆了农民的房子，然后把农民的宅基地修整复垦以后呢，变成耕地，然后城市呢啊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出售，获得土地财政收入。那买入建设用地指标的这个城市呢，再启动招拍挂程序啊，以更高的价格啊，更好的一个价格去把这个土地出售出去，实现更多的收益。
那我之前节目呢也给大家讲过，就是买土地的一般是谁呢？一般都是地方的国有企业啊，国有企业财大气粗，他有钱啊，因为谁给他的钱呢？主要是商业银行。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闭环啊，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其中机制的人呢，你很难明白这里面谁受益了，谁受损了谁是韭菜，谁是收割机。那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疫情刚刚缓和下来的当下地方政府就开始强推这个河村并居。那其实呢，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冲击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严重也就是严重缺钱。那再加上今年3月份呢，国务院刚颁布了一个法规这个法规叫《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也就是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下放给了省市或者自治区。那省里这个审批权一拿到这个审批权以后呢，那就等于为它大干快上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所以这个呢，就是河村并居背后的这个利益动机和利益诉求。那我以前做节目也说过经常就是会发生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这种情况。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大干快上呢的河村并居会产生哪些问题首先呢，我们得说一说这个留守农村的都是些什么人基本呢都属于弱势群体如果说的再残酷一点，那基本就是老弱病残也就是老人、留守儿童，还有没有外出打工能力的残疾人。那一般来说呢，一个农村老人外出打工的生涯一般也就是55岁到60岁就结束了这个跟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关。那有些人呢40岁就已经一身毛病那打不了多久的工呢，就要回家从事这种农业劳动从而实现这个个人的自给自足。那对于这些从打工阵线上退下来的农村老人来说呢，家乡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就不仅仅是实现自给自足的有这个生产功能，还有最后的一个保障功能也是最后的一个屏障。那大家别忘了，农村呢其实几乎没有养老金那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扩展一下，就是关于农村地区的养老金问题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中国养老体系里面不能说的一段痛。那大家先来看几张图。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呢，这个是全国2013年到2019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统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收入的增长非常快，而且呢，大家可以看这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那个城镇职工就是那个长的那个条，还有一个是城乡居民就是那个短的那个条。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呢，其实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说父母在这个事业单位公务员或者企业里面退休在城市里面，或者是你买了这个缴纳社保了的你退休以后呢，男的在60岁女的在55岁或者50岁就可以领到这个养老金也就是我们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什么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它其实是2014年这个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的它是给什么人准备的呢？它是给那些农村的人或没有交社保的人，比如说城市的餐厅的服务员快递员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商铺的个体工商户是给这帮人准备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这个收入这两种不同的保险的收入差别极大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2019年吧，这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的收入是5.29万亿5.29万亿，对吧？然后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收入是4107亿，对吧？差了将近10几倍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城乡再来看一下这个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基金支出的统计支出的统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也就是城镇职工的这个支出也增长非常快，这个呢就跟中国的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有关系因为中国正在迅速的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大量的这个50后60后开始退休，进入领这个养老金的阶段。那我们看这个城乡居民城乡居民就是黄的那一块，那个养老金支出你看非常少2019年只有3114亿元看了这个以后呢我又把这个数据拉出来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测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2019年城镇职工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刚才那个表上也看到了是4.9万亿这么大的一个体量。那领取人数是多少呢？领取人数是1.23亿人1亿多人口，将近1亿多人口可以领到这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那人均的领取金额是多少呢？人均的领取金额呢是3万9999元，就是将近4万元吧。
那我们再看这个城乡居民啊，也就是农村呢，在农村的人啊，或者在城市里面没有交社保的啊这批人的领的这个养老金。城乡居民这个支出呢是3114亿啊，然后领取人数呢是1.6亿啊，比这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的领取人数还要多。那人均的金额呢是1942元啊，这是一年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领这个城镇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收入啊，是城乡居民的那个收入的20.59倍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也算出来了。那这个差异呢是巨大的啊，所以说在农村呢就基本这些老人这个老了以后，他是没有什么养老金可领的啊，也就是一年也就领了2000块钱，一个月也就150多块钱啊，所以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如果你搞了河村并居以后呢很有可能就会产生大量的三无农民啊，他既无土地，又无工作，也无社保，那等于呢，其实在批量制造难民啊，这个未来会给社会稳定呢带来很大的这种冲击或埋下很大的隐患。所以这个看到这个养老保险这一块，很多人之前都不太明白啊，就是以为这个全国的老人呢都是一样的啊，到了60岁退休以后拿的养老金也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差距是巨大的啊，在这个城市里面领到的这个养老金和在农村里面领到的养老金的金额差了将近20倍。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搞了河村并居以后啊，带来的这个会带来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我到时候会展开说，我们先概况说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河村并居会给农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第二呢，这个就是拆迁补偿的标准太低。第三呢，就是经常有这种先拆后建啊，农民呢导致农民暂时就会住在窝棚啊，或者这个临时居住点。那第四呢，就是断绝了农民工的后路啊，这是我这个搞河村并居啊，目前舆论争论的焦点啊，也是媒体报道的焦点，会产生的4个比较大的问题。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说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河村并居以后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极大不便。那这个农村大家知道啊，农村很多人啊，他是在这个要自己要干农活啊，要摆农具啊这些事情啊。但是他如果搞了这个河村并居以后呢，他很多的这个农民上楼以后呢，他很多的农具没有地方摆放啊，养鸡养鸭也不现实啊，然后离这个耕地呢距离又比较远啊，有些那个新建的这个居住点的这个楼房楼层比较高啊，比如10层左右啊，6、7层，它电梯呢可能有的都没有电梯啊，所以整个给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呢带来极大的不便啊。他原来他自己有个院子啊，想这个摆放一些农机具啊，这个3轮车啊，摆一些种子、化肥啊、农药啊，它都有地方摆啊。但是他住到楼房里面以后呢，就那么大点空间啊，他就没有什么地方摆这些东西。同时呢，也给农民的这个生活成本带来极大的提高。之前呢，可能不需要交什么这个取暖费啊，没有什么水费啊，这些没有那些各种各样的费用啊。但是你住在楼房里以后呢，你就有很多的费用啊，包括物业费啊这些。所以说，第一个点呢，就是河村并居以后给农民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利。第二点呢，就是拆迁补偿的标准太低。那农村的拆迁补偿呢，完全不能和城市比啊。农村的这个房屋的每平米的补贴呢，不过也就几百元啊。很多时候呢，拆迁补偿款呢都根本就不够去买那个社区的楼房啊，就不够买这个上楼的这个楼房的费用。一般的自己还要倒贴个10几万或者几万块钱。而农村地区呢，很多家庭根本就没有什么存款啊，就算有点存款呢，也是为将来生个病或者是为将来的这个棺材本钱保命钱做准备的。那如果让农村老人呢拿了这点钱去买这个楼房呢填了这个窟窿呢那基本真的是要了他们的命啊！不是有句话他这样说的嘛，说这个城市棚改暴发户，河村并居负债人。那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可能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先拆后建啊，有一些地方呢是边拆边建啊，极少数呢是先建后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先拆后建呢，就是你已经把居民的房子拆了啊，但是这个新的居住点、新的这个楼房还没有建起来。那为什么要搞先拆后建呢？其实是这个当地政府或者开发商呢，他怕这个安置楼房建好以后农民反悔又不搬迁了因此为了拿到这个主动权呢，让农民签字马上就把房子给拆毁，让农民呢没有反悔的余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拆迁以后呢，马上也可以拿到这个建设用地的指标嘛，也可以早一点出售早一点获得土地财政收入但是你这个建楼房嘛，总要需要一点时间的还有就是呢，有些地方即使是边拆边建的这个买的这个房子呢，因为
这个监管比较缺失，而且是指定区域的强制购买的，所以开发商呢他也不怕农民不买啊，所以社区楼房这个质量呢比较堪忧。这是第3个问题。第4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断绝了农民的后路啊，断绝了农民的后路。那第4个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农民工啊，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啊，受的冲击是最大的啊，底层的农民工迅速的失业啊，所以这个整个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生计的巨大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人呢，这个时候他就会为了缓冲，他就会回到农村，回到家乡啊，进入到这种自给自足的这种生活模式。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缓冲区了，可以抵抗经济危机啊。那大规模的失业呢也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社会稳定啊，因为大量的农民工都返乡了，那他也可以维持一个自主的一个生活。那政府呢如果将这个农民的宅基地复垦以后啊，土地性质就变了啊，这个宅基地的性质呢就变成了耕地啊，也就是说搞了河村并居以后呢，原来的那个土地啊，原来的那个宅基地啊就没了，它就变成了耕地了。那这个时候农民呢这个如果不想住楼的话，他还想返回村子再去建一个房子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属于侵占耕地啊，就是他也回不去了，就会涉嫌这个行政违法或者犯罪。所以说如果搞了河村并居以后啊，农民上了楼，他再想回到这个原来的土地上再去建房呢已经变得就不可能了。好，这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河村并居产生的这个给农民产生的4个影响。那好，最后呢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呢为什么这么紧地方政府收入的几个来源。那我们来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分为上下2个部分那上部分呢叫官方口径的地方财政赤字下部分呢叫地方政府性基金赤字这上下2部分呢赤字怎么来的呢？那像上部分是用地方政府的支出减去地方政府的收入，那下一部分呢是地方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减去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再减去地方的专项债收入这个上下2部分是这样，总的是这样构成。那我把上下2部分结合起来统筹起来来考虑就是支出和支出放在一起，收入和收入放在一起也就是地方政府总的支出和地方政府总的收入我们来考虑。那地方政府总的支出呢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支出非常刚性几乎呢很难压减。那地方政府的收入呢值得我们好好看一看。那地方政府收入呢上下2部分合起来就是5个来源。地方政府的第一个收入来源呢是地方本级收入，那第2个来源呢是中央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那第3个部分呢是地方政府的往年结余第4个部分呢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收入第5个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其实呢也就是卖地收入。那这5个部分的收入是怎么样的呢构成是怎么样的呢？第一部分这个地方政府的本级收入差不多也就是总共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大概50%不到这个样子。那第2部分呢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这个也是一个大头，这个差不多占到总的地方政府收入的35%左右那第3个大头呢就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卖地收入，这个差不多每年有7万亿的这个水平也可以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那第4个呢就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收入，那专项债收入呢今年是发行大规模扩张，大概能发行到3.5万亿。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地方政府往年的结余这个在15年以前是有结余的15年以后呢开始吃老本。所以说这么5个来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再加上经济的滑坡，所以这5个收入呢来源都有所缩减以至于呢中央需要调动这个特别国债发行特别国债和发行一般的国债去补充地方政府的收入来维持地方政府的一个正常运行所以说呢这就是地方政府收入紧张的一个背景好了，最后呢我想用16个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语。这16个字是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